国学大师，在译文及著作方面，20年来堪布从来没有间断过著述和翻译，故其著译颇丰，且极具加持与意义，为无数国子点亮了解脱的明灯。尤其针对现代人的思想误区，堪布经深思熟虑，以浅显易懂的语言，为世人打开一条光明之路。今晚的演讲主题是“逐梦人生，开启心灵教育”，现在正式开始，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香港教育学院宗教与心灵教育中心司理陈荣汉博士致欢迎词。各位來賓晚安。咁啊，所達到堪布人，非常之感謝你今日嚟到我哋大家非常感謝你今日嚟到我哋嘅學院啦。咁相信大家嚟到我哋香港教育學院嘅時候都會睇到呢度，即係夜晚大家會見到一個非常之寧靜，其實係一個好可以去一齊去探索心靈。去提升心靈境界嘅一個地方。咁香港教育學院咧，喺2006年嘅時候咧，就接受咗5個主要嘅宗教辦學團體，包括有天主教香港教區啦、香港聖公會、香港佛教聯合會、道教香港地大青年會同埋嗇色園嘅捐款，就成立咗呢個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咁所以我哋呢個中心咧，我哋唔係一個研究宗教，或者唔係研究個別宗教嘅，而係我哋咧係去促進學校嘅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嘅發展。所以大家知道香港有超過半數學校咧係有宗教背景嘅。咁你就算冇宗教背景嘅學校，其實我哋都相信人為萬物之靈，我哋要同學生去接觸佢哋嘅心靈，佢哋心靈一個聲音，讓佢哋學習喺物質嘅世界之上，佢哋明白人心靈係追求一個超越於物質、超越於現世嘅一個境界，無論有或者冇宗教。咁所以呢個名稱咧係叫做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係既係會係有宗教或者不同宗教，亦都係有冇宗教嘅呢個心靈教育。咁我哋一直以來咧都係有同不同嘅宗教團體，我哋唔係辦一啲去研究宗教或者去推廣宗教嘅活動。而我哋辦一啲咧，佢啲今晚咧就叫心靈教育或者宗教教育嘅一啲嘅探索呢個講座，係讓參加者無論係老師、學生或者家長或者社會人士。而家當然多咗有老師，亦都有家長，大家都係關心嘅，唔係淨係眼前物質呢個世界，而係喺個物質世界之外，嗰個物質世界之上。呢個宗教嘅心靈嗰個意義、嗰個價值。咁我哋即係今次嘅活動，我哋非常之多謝國際團體學會，咁佢哋咧嘅同事同義工，咁喺幾個月之前接觸我哋。咁我哋今日晏晝咧，佢哋而家幾十位義工咧就組咗嚟咧，就一齊去幫大家預備好多嘅事情。咁所以我哋都會以非常之熱烈嘅掌聲去感謝佢哋。而當我哋籌備過程中，其實佢哋好積極、好熱心咧，去安排好多嘅細節。咁我相信我今日大家唔係要嚟聽我哋嘅，係嘅説話講座。咁所以而家首先，我係非常之榮幸咧，就代表大家去邀請堪布咧係到台上就做大家去
講述佢今晚遇到嘅佢嚟自嘅地方同我哋相差4000米高度，然之後係收得40攝氏度，因為佢嗰度已經話已經係零下20度，我哋今日呢度20度左右，啱度相差40度，所以我哋好難得係受大家到今日嚟到我哋當中，提升咗我哋4000米到有40度攝氏嘅鬆明嘅點解？今天很高兴来到香港教育学院，我们宗教教育与心理教育中心跟老师同学一起学习。刚才何博士也说了，说当前人类特别需要宗教的教育。宗教的教育，我认为是超越这个其他科技教育。如果人类没有宗教的教育，仅仅是一种科技或者是其他技术的教育的话呢，很有可能我们的这个科学呢用不好，我们的很多的人类的方向呢找不到，最终呢，人类不但不能向前发展，甚至呢，往后倒退，而且呢，沦落得特别悲惨，有这个可能。所以呢，我也特别随喜，香港教育学院有这样一个平台，这里有很多的宗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儒教，每一个宗教呢，都有这个善的教育，都有善的教育。那么善的这个教育呢，现在很多政府举办的课程里面呢比较少，所以我们宗教的这样的一种带领是在当前来讲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像教育学院这么庞大的这个规模将来这里面很多的学生到了这个社会上以后呢，可以当老师。那么当老师呢，是社会的未来，他们培养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老师就会培养这样的人。所以，如果一个老师的心灵没有真正的一个宗教的这种理念的话呢，的确是现在在这个社会当中具有道德的，具有这种仁爱的，具有慈悲心的这样的老师，能培养出来是比较罕见的。所以呢，我个人呢虽然是个出家人，但是呢，我也可以算是一个老师，一直是多年以来，对这个教育，特别关心。虽然一个人的能力是极其有限，也做不了很多的事情，广阔的事情，但心里特别关注我们现在的社会。这个社会呢，不缺少物质，也不缺少智慧。现在的人的智慧，应该说，是比古代在某些层面上是非常聪明，极其的敏锐。可是呢，我们的智慧经常用在那些没有意义上面。所以我在想我们现在呢，的确需要这样的一种教育。那这样的教育呢，如今香港教育学院
的确，不管是任何一个老师，他可以有信仰，你信基督教也可以，信天主教也可以，佛教也可以，只要不违背国家的相关政策的话呢，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这样的信仰，并且呢，相关的领导也是对他一视同仁。这一点的确也很好啊，就需要我们有一种开放、自由，还有呢有一种仁爱，特别关注社会的这样的这个心态。其实我到香港接触到很多大学老师和一些教授就有一点呢非常开心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很多人就比较这种开放，心里没有什么恐惧，也没有什么怀疑，大家都什么事情什么想法全部都是可以直截了当的互相交流沟通，而且很多人呢都关心的我们的社会，关心的我们未来的这种下一代等等，有许许多多的值得受到真实意义的地方。当然我想我们今天呢主要跟大家交流的话题是注目人生，也是讲那个开启心灵的一个教育就是心灵的教育。当然我们平时对注目人生呢是追逐一个梦想的一种这个具有意义的人生。一提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觉得我的人生呢如火能辉煌阳光，让它真正有意义，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价值观上呢体现真正的有意义的一面。那么这是什么呢？现在21世纪的很多人们呢真正的人生的价值观呢建立在一些金钱，建立在一些物质条件，在这上面很少关心自己的内心，安静。刚才我在教育学院中心看到了特别亲切的一个字，就是静现在人就静不下来，注目人生，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忙，一直奔跑电梯也一会儿都不能停，就是快下来，快下来，快要上去。地铁也不能停，火车也是这样的，什么都是一种快速度、快餐。所以现在很多快餐公司非常成功因为这个时代特别喜欢，就是大家这种这个超越的，就是这种超速度的一种社会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人生的真正的价值呢我在想呢，不一定是你有钱就是多么多或者你的地位如何高或者你长得怎么漂亮等等。当然作为一些年轻人，作为一些青年的话呢，可能他的他的人生的目标已经定在这样的一个范围。但我们稍微对生活有点经验，对人的生命有所了解的人呢，到了晚年，到了中年的时候呢，你回顾一看，所谓的人生的价值呢，并不是从看在一个皮肤上或者是一个钞票上能这个建立。如果这样建立呢，就是那这种人不一定是列入智者的行列。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都是想我们确实人类都需要有一种宁静的去思维，到底我们要追求什么样的一个人生追求什么样的人生才有真正的这个意义。在这个上面呢，我今天的这个开始呢，跟其他人说法可能要稍许有点不同。我可能以这个佛教为主的一些其他学说的道理来剖析我们的这个人生呢，并不是从物质上这个得到的。再加上呢，真正的人生呢，要懂得一种真理。那如果没有懂得真理，的确我们现在的这个世间的人们呢，
就发疯了一样的，每天都是奔波追求，到底就是追求的什么呢？可能自己也是不知道啊。以前那个济公和尚有一个叫做是一旦无常，万事休，忙什么啊？一旦无常来了的时候呢，所有的万事的全部已经停止了啊，就是一旦无常，万事休，忙什么啊？就是你到底在忙什么？我们想一想到这个人类任何一个人到最后你停止呼吸的时候，或者说在医院里面下病危无法救助的，无法救活你的时候呢，你自己想一想，你这一辈子忙忙碌碌干了什么？但现在有什么？一无所有啊！你有多少的钱财和多少的这种子女啊等等，但都一分都带不到，分文带不走。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每一个人的身上都会出现。而且我们现在最关键的要动到是什么呀？我们现在追求的每天都特别执着的这些事情呢，实际上都是虚幻不实的。我想毕竟它是追梦人生，很多人是梦想。既然它是梦想的话呢，那不是实有的。在座的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大家都觉得是我吃饭、我住路、我买房子、我开轿车都是实有的。但是你们要想一想，到底是实有还是虚假的？我认为是虚假的也许你们不承认，但有我这个很多的依据确实是它是不真实的不真实是我首先用这个佛教的几个道理来可以说明比如说佛教大家都念过那个《金刚经》，《金刚经》里面呢说一切无恶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表面上看到这个偈颂谁都会念，谁都会读，但是里面有特别深深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世界上的所有的万事万物，包括我的身体，我所吃的饭，我住的房子，我开的车，以及我走的路，全部都是如梦如幻如泡影如阳烟，没有任何一个真实的。那这样一说的话，有些人可能想，不会吧，哪有这样的？我现在实实在在我跟我的朋友交达，我在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穿衣服那这些都是真实的吗？其实这些真实呢，我们做梦的时候也是有，但是呢，有了这一点就是不能代表就是真实。所以呢，我们就是想大家要通达一个人生就是一场梦。很多电影和很多那个有些写文章的人呢，就是经常爱说是人生只是一场梦，但是很多人口头上说是人生一场梦，实际上他可能没有真正的了解到其中的真实的意义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呢，我可以用很多方法来让你跟这个梦呢，就是的确没有什么差别。首先是第一个最关键的呢，因为梦的所有的这些事情跟这个现实当中的一切事情呢，没有任何的差别。这一点以前我们这个吉田论师在印度来讲是非常这个著名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思想家他呢这样说过，就人生如梦幻就是说人生如梦幻，无论何时我数以成年间，往事不复见。就是说人生呢就像是就是梦幻一样的，不管是你任何一个事情，你遇到的朋友也好，你所这个做的成功的事业一切的一切呢，全部都是梦幻泡影梦幻泡影。你感受完了以后呢，它就成了你的意念的对境，你回忆的对境。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再也不恢复。那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以这个教言肯定的说，你昨天以上，或者说你刚刚现在这个讲座之前的一切的事情呢，全部都是跟昨天晚上的梦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差别你们想过没有昨天晚上你做的梦跟你今天以前的所作所为，你从小到现在，有些人人生是很弯弯曲曲的，有些人人生是很辉煌成功的，
但所有的这些一切的行为呢，我说是跟这个昨天晚上或者前天晚上或者某一个时候的梦呢，就是没有什么差别。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晚上的梦呢，实际上我现在只是想起来啊，就昨天我跟什么梦中什么人就是一起交往啊，就是有可能这样的一种梦。但是呢，我现在一看的是，除了我的意念的对境以外，就是再也找不到什么。那同样的，我昨天以前啊，的确是前一段时间我到这个理工大学，就这次来的时候呢，看到他们的建筑的时候呢，我只是也是一个提醒而已。我的意念当中呢，就是梦中去的这个学校跟现在就是真实呢没有什么差别。你们也许讲是不可能的，但实际上这个的确是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差别。这一点以前那个寒山大师啊，就是他也是说过，他说是昨夜得一梦，梦中一团空啊，就昨夜得一梦，梦中一团空。然后说是早是所是梦，虚途有见空。说昨天呢，就是做了一个梦，就是结果早上一看的话呢，还是昨天晚上梦的事情全部是空的，而今天呢。我说的话和一切事情的话呢，就是好像是真实的，但实际上呢，也是具体一看呢，也是跟昨天晚上的梦没有什么差别的，也是完全是跟这个梦一模一样的。这一点我想我们很多人的确需要知道。如果不知道的话呢，可能就是对我们的这个执着，不管是你对感情、对生活、对任何的这执着呢，对你带来了什么呢？就是带来极大的痛苦啊，就是不利，就是非常大的痛苦。所以，首先我们对这个人生的这种这个梦幻呐，或者说是它的不真实的这一面呢，懂到的话，其实是并不是很困难的啊。就以前那个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中观400论》啊？就《中观400论》是升天论是造的，就是非常非常好的。这里面也是说了，就说是诸法如火轮就是变化梦幻事。诸法如火轮变化梦幻事。就一切的万法呢，就像火轮啊，火轮就是你转的时候呢，看起来都是真实的，但实际上呢是不存在。还有这个梦幻泡影一样的不真实的。同样的，印度的龙蒙论师啊，龙蒙论师在中观根本会论，我都希望就是你们有时间的时候应该看看那个中观根本会论和中观400论这两部论啊，就是建议就是大家就是看看啊。那么就这两本书当中呢，的确是就讲到了非常深的就是空性的道理，又讲到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讲所问一切的一切呢，就是这个如梦幻泡影的部分这个巧诀。他这里也是说这个如梦也如幻，说千大波长，什么就是所生住灭其相亦如是。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世间的所有的一切玩法呢，就是如梦如幻，还有一个叫这个千大波长就是千大波长。那么他们在真实的本体当中的话呢，就是一天也是不存在。就是绝对是不存在的。那么绝对不存在的这种道理呢，不是它是一个宗教的说法。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就是对那个宗教的这种说法呢，就是认为是现在这个新世纪，在科学时代呢，好像不需要，已经过时了。我们现在追求我们最先进的、最突破的这个科学技术就已经可以了。这是现在年轻人最大的一个错误，也是最大的一个误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宗教的真正的这个心灵的一些指导的话呢，那么科学家呢，虽然他有一个很聪明的一种这个创造力，但是他也同时可以危害就是无数的这个生命同时我们人类自己呢也有可能就是自生自灭也有可以自掘坟墓，有这个危害性。因此我想作为一些年轻的就是我们那边经常讲那个80、90以后的这些
孩子们呢，他们的心理是什么呢？他多数都是想我要以后要追求什么样的这个工作找到什么样的这个对象买很好的一个房子那这样的话的，我的人生就已经特别快乐了。除了这个以外呢，一提起宗教的话呢，我这些宗教是可能一些宗教人士就是他们专门研究宗教的人，可能他们在用得上，而我们可能用不上。我只要专心我的专业就可以了。其实不是，在我们不积极的这个需求专业的同时呢，就是知道很多宗教的这个理念。很多古代的这个文学家的话呢，他们对这个人生尤其是对梦幻泡影的这样的道理的话呢，就是他们是完全是这个赞同的，而且自己呢就是有所觉悟的有所这个觉悟的。以前那个这个唐代3大诗人的这个有些诗呢，我也特别喜欢看李白就是李白呢有这么一个诗，他说是蒙蒙大梦中唯我独现觉。他说茫茫的这个人海当中呢，就是做这个大的梦，梦中呢我知道我是到底是什么样，但我在想一般他们这些诗学家呢，就是对自己的感悟多深，就是我不敢说什么不过的确很多人呢，就是通过梦就是通过有一些这个技巧能认识自己的这种这个信心就这样的现象呢，也是相当多的。我们藏传佛教当中呢，也有一些梦和这个信之间做一些辩论。比如说，你站在你信教的这个立场上，就是说梦是这个虚假的，然后我站在梦的角度来说，就是我说现在这个事实也是虚假的，有的话呢这两者都有，没有的话呢这两者都没有。那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呢就认为你认为梦是这个假的，不是假梦是假的，而所谓信觉位呢是真实的。但实际上你慢慢剖析的时候呢，的确也是差别是不大的，差别是没有的，可以这么说。因为当时的时候呢，你做梦的时候也是你眼睛看得到，耳朵听得到，手摸得着，就是什么对境都是你面前可以显现的。而心觉的时候呢，就是什么都没有的。那么同样的道理，我现在眼睛看得到、手摸得到的这些一切现象的话呢，到明天的时候呢，就是全部都没有了。也可以说昨天以前的事情呢，昨天的梦，明天以后的事情，或者是我未来的事情呢，全部是明天的梦。现在我正在做的这些事情呢，表面上看呢，就是似乎是真实存在，但实际上呢，的确是这些都是不存在的因为做梦的时候也是当下我就有看到很多东西，听到很多东西，当时呢就是有不同的一些反应有不同的对境，的确是存在的。但实际上有了这样的这个恍恍惚惚的现象，能不能证明就是它的存在呢？也是不存在的。有些人认为不是这样的。你看做梦呢，就是短短的时间当中是可以就醒过来了，而这个时间的话呢，你看一辈子那么长就是那长短时间的长短肯定有很大的差别。其实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的确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做梦的话呢，就是只不过是有些人梦的短而已，有些人呢也有这个非常长的。我们藏传佛教里面有一些大德他在梦境当中呢，就是到清净的刹土，就是已经待了21年，然后回来的时候呢，是一夜的梦就是一夜的梦。汉传佛教里面也是这个庄子，就是当时这个成蝴蝶就庄主成蝶。那么这个故事很多大学生有些知识分子呢认为是庄子太傻了他在做梦的时候，他先做梦就变成这个蝴蝶，然后过一会儿呢，他就在自己的床上已经醒过来了。醒过来的时候是他分不清楚，就是庄子在做梦呢，还是做梦就是变成蝴蝶呢？是这个蝴蝶呢就变成这个庄子，就是他分不清楚。我原来遇到过一个北京大学的一个同学，他就特别坚定的说古人很笨就是我看了庄子的这个故事那
不可能的，就是不管怎么样，当一会儿就知道了，哪有这样的？其实，在蒙学问题上面呢，我们对古人的这些思想呢，千万不能忽略。这是很多的这个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呢，就是犯这个致命的错误啊，认为是因为你现在的思维是不符合呢，古代的这些人全是说的不对，就是一概而论。那这样最后自己呢犯了这个特别大的这个错误啊，这种现象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说做梦的这个事件呢，你认为这是很短的话，那就是这不合理的。的确，以前我看过那个就是我们这个黄粱美梦啊，就是黄粱美梦当中的话呢，你看这个人一个贫穷的人，他到哪里去做这个黄米粥的时候呢，就睡了一会儿，后来就是他就娶妻，已经这个生了5个孩子最后一辈子的全部就是过在一个环节，然后他心血来的时候呢，1个小时都还没有过，就是那个科里面的人呢还没有这个粥就是还没有做完，这么短的时间当中，蓝科一梦里面大家都非常这个清楚，每一个人我相信应该清楚那个主任的话呢，那么他在树下就是稍微这个睡一下。就稍微睡一下，好像当时他过他的生日还是什么的，然后他就睡着了以后呢，他开始这个做梦就做梦，然后娶了这个什么公主的后来就生了很多孩子最后呢到给别人就好像战争就是作战，最后一败涂地。皇上就是特别不高兴，他妻子也死了，然后呢，皇上也是把他关起来了。他在监狱里面就是窗着面对那个窗户，就是大声的吼，结果醒过来了。醒过来的时候，这是一个效果，就是晚上星星出来了吧？就是在这么一个时候，那很多现代人可能认为是就这是跟个别人呢，可能他出现一种幻觉，其实不是幻觉。的确是这个事件方面的话呢，我们现在在座的人。希望善于思考。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到底是在做梦呢，还是在这个真实你如果认为不是做梦是真实的话呢，你的依据、你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到时候大家能不能说出如果你们当中就是敢说现在不是在做梦当然我们从实践当中我也知道是晚上睡觉，早上起来，昨天晚上的梦都是没有做，但是我们人生这个都是不是一场梦？有些人做了一个噩梦就这一辈子当中呢，就撒了很多事呢，卡扎菲。就是你看，就是他做的刚开始是做了善梦，然后很快乐，就是很辉煌，后来呢就死在这个他们这个军兵的树里面，尸体也是在鲜红淋淋的展现于整个世界一家人都是可以说是这个妻离三子，家破人亡。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噩梦呢？如果他造的恶业的话呢，我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规律来推理的话呢，他还不断的在轮回当中做特别漫长的这个梦他的这个生命的旅程呢，全是做这个噩梦的。什么时候这个完结呢？就是看他断绝就是造恶业的这个种子的时候呢，才有就是醒过来的这个机会。所以在这样的道理的话呢，的确是我在想，我们很多都是在这个佛教的一些经论里面呢，有特别详细的描述。你如果真的去学习，就像我们藏传佛教的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中阴法门就中阴法门当中呢，专门讲了很多就是关于梦的这种道理，然后呢怎么样这个修就亲自修行。亲自修行以后，到了一定的时候呢，真正我们所作所为全部都知道这是一种梦想那么这样的这个梦想呢，会不会变成了一种消极现在有些人呢也比较担心那是不是全部都学佛了？全部都学佛了，都是剃光头、穿袈裟到寺院里面去了？那农民谁当牧民谁当工人谁当全部都不是出家去了吗？不可能的
出家有出家的一个它的这个原则和规律，不可能我们真理教育学院就是办得很好的话呢，那么所有的人当老师去了，不可能。教育学院也是并不是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允许的，它有它的资格和条件和还有一些限。那么同样的，出家也有出家的，它不可能是这是消极的，的确是。我们要知道，就是人生到底在做什么，这个非常需要。这一点呢，我在想，好像讲到这个佛教的时候呢，有些人呢，就可能不一定那么就是听得进去，但从时间角度呢，也可以推比如说像那个这个《黑客帝国》你们很多人都是肯定就是看过的那黑客帝国的话，本身它是一个22世纪的时候呢，人类与这个电脑之间电脑人、机器人之间的一种战争因为这个人类呢，就是被这个虚幻的人呢，就是已经这个占用了，然后救世主呢，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就是把这个真实的这个人类呢，就是解救出来。但是呢，因为所有的这个真实的人类呢，受到了这个虚幻世界的病毒然后就很难这个解救出来就很难解救出来。其实它从我们佛教的角度来就是解释呢，就是它有它的一个很深的可以意义的。但从时间角度来讲呢，对我们的现在21世纪的人类呢，可能提供一个就是信息。我在想，的确，这个里面所说的一样的，人类还没有到22世纪，21世纪的时候，基本上是被这个科学的机器人虽然现在的这个科学机器人呢，并不是有头有嘴巴有这个真的是在电影里面所描述的那样的人，但是现在的所有的人们都是基本上成了这个电脑的这个手段可以这么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世间人呢，如果停了电的话，那可能什么都做不了了如果停了电的话，早上这个你那个可能门也开不了。我在想，这个大城市里面如果真的停电或者是用什么这样的话，那这个生活怎么过车怎么加油然后整个这个高楼大厦就是怎么样，就是上来下去，很多事情都是非常这个要命的事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呢，手上拿的手机、笔记本电脑、开的车，全部都是被这样的一种这个科技化呢就控制着了。在这个时候，人类自身是自我的宁静呢，就是根本就是找不到的。所有的人的现在除了一些比较这个激进地方的有些人的话呢，他们都还没有就是受到就是特别大的，他们都过一个比较清贫的生活、清闲的生活。自己有时间就是喝茶，有时间自己就是管这个心我都现在根本不羡慕，就是城市里面的人就是过得如何快乐，就没有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心里也特别的浮躁、焦虑、恐惧，有这种竞争感，还有很多忙碌的这个事情每天都是做不完的事情。你到头来到底是忙什么，有了什么，实际上有什么成果的话呢，可能也没有做出什么但是呢，的确是现在这个世纪的人呢，全部都是被这个科技化的一种需求、科技化的一种所需呢，就占用了我们所有的这个空间。我们现在可能大城市里面的人如果离开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电脑等等，就是这些设备的话呢，你可能一下午都待不住了你手机也没有，电也没有，就是所有的这些科技化没有，就像以前古人一样的话呢，一下午都待不住。这是什么呢？给我们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人类呢，的确是需要一种这个心灵的教育就黑客帝国呢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说明。我记得这个清华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做是这个江青松就是他以前把这个黑客帝国呢，就是以佛教的一些教理来做了一些解释就是说他跟那个这个里面的一些正法念处经还有这个华严经金刚经当有些这个经典的教义呢这个黑客帝国的内容就结合就是解释
就进行解释。但我想这样解释呢，也确实就是可以这个让解释出它的有一些意义。但这是从理论上解释的。如果我们从修行上，或者从自己的经常的生活体验当中去观想会这个传习的话呢，那么这部电影呢跟我们的现实这个如梦幻如泡影的这样的这个人生如一场梦的道理呢，就是可以更有这个比较深一点的层次来就了解就其中的深深之意。所以在座的人呢有时候如果实在是你看经书看论点的时间没有或者是没有兴趣那个时候呢，你可以看一看这个其中的这个一些现在就是西方人呢，他关心这个社会呢，其实其中应该有一些他的这个意义，它的背后呢，应该有一些这个宗教的这个思想。那么这些宗教的思想呢，我们千万不能就是像70年代的时候那样的。70年代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大陆很多的包括就是当时稍微有一点智慧的人呢，全部都是把宗教呢就是看作一种这个毒品就是看作一种麻醉药，就是那样来对待，就是那是特别可怕的一段这个事件呢。我们现在呢，就是我相信这边应该没有很多就是这方面的这种人物吧。但是有些人呢，好像在学校里面，在那里的话，一提到宗教的时候呢，在我们那里有这样的，就是说不到就是平等的这个待遇有时候这个旁边的人呢，就是经常对这个老师、对这个学生呢有另眼看待，其实不应该这样的。我们有了这个宗教的这种研究，宗教的这种信仰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对他的人生应该有个非常大的这个帮助。那这个时候呢，我想现在的这个科学当中不管是这个电影也好，电视也好，有些评论的话呢，应该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我们的生命呢，应该这样的这个条件下，可以它体现更有意义，更有这个价值。现在很多人可能关心的不是这样的关心不是这样的。听说你们这里很多这个包括一些学生这样，那么就并没有就是把这个自己的精力呢，就是投入到一些学习上，一些这个真正的学知识上。本身是像教育学院呢。很快的时间当中要步入这个社会。当你步入社会的话呢，那么就是有这么多的听说香港有大概可能好几千个这个小学、中学，还有这个幼儿学校，这些都要就是当老师。当老师的时候呢，应该自己要做一个真正的这个人才可以这个当老师但很多学生呢，在大学里面模模糊糊的、迷迷糊糊的过这个3-4年当你毕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学到，什么都不知道怎么样当老师。那个时候开始学那来不及了。然后到了社会上以后，也是不好好教授，就是每天都是想挣钱了。那这样其实是不合理的。那这种人生呢，就是没有这个意义，没有这个价值的。我们首先是应该人生呢，就是以如梦般的，就是不能特别的去单着它。你要知道是在这个社会当中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或者说是你这样的这个生活呢，实际上也不能就是像有些人一样的，因为你的感情就是稍微不对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跳楼自杀现在汉地好多学校都是有这种情况就是特别可怕，因为他们特别执着，的时候呢，一旦你有些这个情绪没有到就是自己所想到的这样的这个效果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跳楼自杀跳楼自杀的话呢，那你看香港的这个路程也那么高，就是还听说他们那边有一些地方呢这个路不是很高，就是2层楼上面跳下去了，结果没有事，就是然后又活过来了也有这样的，其实很可怜的。如果宗教和教育稍微有一些明白的话呢，那么很多都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就很多都不会就是那么就是特别的去就是单着。我觉得是作为知道这个人生的话呢，的确也是不要特别的去就是执着。
以前寒山大师也说过，就是他说，这个荣华重视3个梦啊，就是富贵呢，就是同怀，什么这个就业爽啊，这样说过。他说我们的荣华富贵啊，人们都特别希求荣华富贵，但荣华呢，就是实际上是3个梦啊，就半夜3个的梦很容易马上醒过来的，跟这个没有什么差别。你以前很有才华的、很有智慧的这些人呢，到最后的时候也是一无所得的。我们看有时候照片呢，就完全明白，哇，一切都是无常的。你看以前的一些领导就是年人多少年，后来呢，就在这个监狱里面呢，多么这个无常啊！当他当领导的时候呢，无数的人这个呼唤啊，就是给他，就如果握个手的话，都是非常光荣的，就是。然后在监狱里面死的时候呢，就好多人的就也什么样的态度，所以很多实践当中的这些荣华才华，或者说是我们这个就是这种美貌啊，全部都是不真实的，不真实的。然后我们富贵啊，人家有多少的钱，到最后死的时候呢，一分都是带不走的9月的霜啊，可能9月的霜，你们香港一般没有大霜啊，有没有？没有吧？就是那个9月份的霜不会啊？有没有？没有看过，那怎么办呢？好可惜，我香港人没有看过霜啊。没有的。不是9月份的。那寒山大师看的嘛，他是按照那个大陆而写的。真理多少霜是几月份？我们那里那个一大霜以后的话，那就是很美丽的花朵就马上奄奄一息了，马上不行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呢，自己最后就是出现一些无常的时候呢，就完了，就没有勇气了，没有站起来的力量了。前一段时间我碰到一个人，他说他的什么老公的工厂已经倒闭了，老公已经下岗了，然后现在失业了，自己也有钱的时候，人们都会看得起他。现在没有什么了，现在我再也没有希望了，特别伤心的这种，看到他的样式都是特别可怜的。所以我们实践人呢，这个怎么此起彼伏啊？生活都很多人来讲也是这样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任何信仰啊，可能会觉得是一切都是这个偶尔来的，这是特别可怕的。所以没有信仰的人呢，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未来的这个生活和今生当中的很多的一些这个挫折啊，很多的一些呢，他觉得是，如果你自己的工作不顺利或者一些的话，怨天尤人啊，就埋怨这个社会，这是非常不道德的。如果你从小的是有一些宗教的这种观索的话呢，你至少也是知道是并不是今世全部是今世的一种事情，应该是人类就是自己根本不知道的一种隐藏的前世的一些业。有了这样的话呢，你才可以想得开，你才可以呢，就把这个事情就是做得很这个容易这个解释啊。确实，所以当官的也好，或者说是实践的这种什么样的人呢？的确是对这个事件的一种正面的这个认识很重要的就是很重要的。顺治皇帝也是当时说了，就是他说是这个百年世事三根梦百年世事三根梦，万里江山一举气。他当时出家节当中也是这样说的，说百年的这些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的话呢，就完成的梦一样的。你们想一想，现在实践当中有多少企业家？美国去年多少个企业家后来在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呢，就是
倒闭了多少？当时中国也是中小企业的很多都倒闭了，以前就是很有钱的，一下子就受不了了，但是也没办法了，就是在这个时候。所以你对这个事件一无了解的话，在我们人生当中，最后就是什么的，就是得不到的，你的地位、你的财富，什么都是应该有一种正面的这个认识。这种因缘呢，对我们的一生来讲。金钱当然是就是没有现在寸步难行，但是呢，过多的执着它，过多的相信它的话呢，那么外在的物质呢，就是毁坏我们的道心毁坏我们的良心，毁坏我们的慈悲心和宁静心。那这样以后，最后人呢，真的变成了机器人。我在想。这个《黑客帝国》里面所说的意思呢，真的人类就是现在的是已经成了这个机器人了。为什么呢？我们自己的是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到底是什么我每天都是忙从早上到晚上，我都遇到过很多人，各种层次的人，上等层次、中等层次、下等层次的，都说我好忙我好忙的。那忙什么呀？就是真的到时候就是到头来是什么？其实有些人是并不是不缺这个生活，但是呢，一直想扩展事业，就是漫无止境的。因为我们的欲望呢，实际上是填不满的，它是永远也是填不满的一个特别巨大的一个盆地。那这个里面呢，有什么样的物质都是，你就根本不会有一种满足的这个时候。但心里的这种满足没有呢，在实践当中就是带来如此的痛苦和困惑。就带来这个如此的这种痛苦困惑。所以我在想呢，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年轻人呢，就没有受这种教育。在香港来讲，一方面很好的，有很多宗教也开放，但是很多人呢，好像这个宗教呢，就是听得比较多，再加上呢，自己也没有真正的去这个修行，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只不过在一个讲座上呢，就是稍微听一听现在这个人的这种心态呢，就是过于的一种这个太宽阔了，什么事情都是已经听过，听就走了，没有去深入的挖掘某一个窍诀，某一个点，没有自己呢，就是抓住一个最根本的这个要诀的时候呢，什么知识呢，就是对你用不上。就像我们现在实践当中的一些学校也是，这个也学，那个也学，每天都从早上到晚上，从小大概6、7岁开始，一直学到20多岁还在学，什么都学过，到最后，你真的要干一项工作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就是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懂，就是。那么我们很多这个宗教的教育也是，如果这样就是沉留在一种文字上，沉留在一种这个。光是一种听听而已的话呢，意义不是很大的。当然，我们也不可能一个同学或者一个老师就是完全的转入一个一门。但我想呢，至少也是对梦中，比如说我今天所讲的人生就是梦，人生就是幻化。那这个问题上面呢，你以前想过没有？你如果以前没有想过的话，从今天开始要不要去想一想？要想的话呢，你有没有理由？就是人生就是不是梦，人生不像梦，人生跟这个梦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的话呢，那你从道理上真的能说服的话呢，应该可以的，但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呢，有很多的这个理由也好，真实的这个修正也好，全部都是我们现在真实这个做梦呢，的确也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因此我在想，我们现在的这个年轻人也好，现在的这些知识分子呢，在物质上面就是可以说是你可以学习一些西方的这个发达国家的一些技术就是科技技术来这个创新我们的物质这个生活也是很好的。但是在精神上面呢，我们这个东方的确是有很多这个宗教的这个教义就是非常的这个殊胜。因此追求物质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是还要就是往前走，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可能有新的技术发明，你看现在电脑过几个月以后又换一个就一直不断的在这个换，就是在技术上你可能不断的要学习，不断的要这个学无止境，否则的话恐怕还是不行的但是你在这个心灵上追求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往回去
啊，你到这个2500多年，释迦牟尼佛有那么多的这个经典里面是怎么讲的？这些每一个经典对现在的人的心理合不合适啊？如果合适的话呢，我们为什么是不接受它？它是真正的一个良药呢，我们接受也是有什么不可以呢？还有其他的这个宗教当中呢，有哪一个宗教对自己的心理的真正的痛苦、真正的烦恼有所帮助的话呢，我们为什么不去接受它？如果接受呢，对你有利益，没有任何损害的话呢，如果我为什么是不去这个去求它，不去学它，不去用它？那这样呢就在我们这个人类呢，就是算是一个真实的这个进步。否则的话呢，我们现在有些人的行为呢，的确也是怎么说啊？就是每天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呢，有一种这个感觉呢，是这个追求。确实，现在社会的压力也大很多人可能这个每天都是就没有就是过多的时间去静下来思维，就全部都是用在一些工作生活这些当中。但是呢，最根本的问题呢，我们这个生死大事，生老死病的问题，每一个人呢，就是需要这个面对的，而且每一个人最后要想到就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这个对治法，就是能超越这个生死能超越这个生死。这一点呢，我刚才也讲了我们这个佛教里面的确是有特别就是一些殊胜的关于这个梦的这个修法，面对这个生老死病的一些这个修法。那么有一些修法呢，我们这里可能也有一些佛教徒也不要留在一些课堂上，确确实实在自己每天安排一些时间，就是稍微这个修如果不修的话，人生特别短暂就很快就过了。但过了以后呢，你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呢，你用一种这个修行，也不要特别的执着，也知道就是一切都是如梦如幻。这是我们在这个中观里面呢，就是特别好的一种教言在这个生意当中、实相当中呢，一切都是空性的就一切万法呢，就是全部都是空性的。而在名言当中呢，是如梦如幻。这是中观里面有个叫做中观阴沉派，中观阴沉派是所有的这个般若中观当中是最高的见解。那么它的最高的见解是什么样呢？在生意当中，就是一切都是了不可得就远离一切思维，远离一切世俗，还有这个分别语言。就因为诸法的本性呢，的确是不可思议的，就这一点也是有无数的这种证据和理论就是一切万法都是了不可得，了不可得。然后这是神隐的境界，就是像诸佛菩萨就是所得到的，像《金刚经》什么这个《妙法莲华经》《华严经》当中就是所讲到的最深的一种这个境界。而在世俗当中，在我们的显现当中的话呢，的确是需要面对什么呢？就是一种这个如梦如幻的这种现象呢在世俗当中就是非常必要的。那你如果如梦如幻的话呢，会不会太消极了呢？不会的。如梦如幻的积累资粮的话呢，如梦如幻的智慧得到。如梦如幻的智慧呢，就是可以断除我们如梦如幻的这种烦恼所执障，还有呢就是痛苦痛苦。最后呢，能获得了这个如梦如幻的这种往生极乐世界清净刹土这些都是世俗当中安立的就是世俗当中安立的。所以呢，我们做梦的时候呢，梦中就是也有一些这个恐怖。那么这个恐怖呢，虽然它是梦中的恐怖，但我们要消除，所以依靠就是一个很好的对治来把消除这个梦中的这个痛苦。最后呢，就是让我们真实获得一种这个性觉。这是在这个教言当中呢，就是最深的一种这个教言。当然我们没有一个真实的体验的话呢，可能有些人也不一定就是完全明白。其实这种教言呢，在实际日常生活当中呢，要这个修持要修持的时候，最后不是别人说的，自己从修行当中真正是要我
那么那个时候呢，你不管是走路也好坐着也好，或者晚上睡觉，全部都是一般的这种现象呢，就是叫梦幻当中。虽然有一种现象，但是呢，你没有特别的去就是单着它，有这样的一种梦幻。然后你再继续去观察它的本性的时候呢，就像这个《心经》和一些般若经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最后呢就是不可思议到彼岸，就是已经到了这个最深的那种这个境界。那么这些境界呢，其实不是传说，也并不是这是一种说法。现在很多人，尤其是这个一些学术界的人呢。就这个教程里面说什么，那个论点里面说什么，光是说而已，实际上从来都是不会想，自己也不想，让别人也不去想，这是说法知道就可以，其实也不是这样。我们学的任何一个知识呢，就是如果知识没有用上呢，还是很可惜的。就我们衣服呢，就是做完了以后，你衣服应该穿上，没有穿上，光是摆在那个衣架里面的话，那就是对谁的就是不起作用的。同样的道理，任何一个知识呢，其实是我们真正是把它就是要用得上。那么梦幻的这个人生价值呢，我想是很多人呢就现在就是没有时间去探索其中的深深奥秘。没有探索。然后，如果你没有探索的话呢，当然它也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学一个数学的这个几何的话呢，就是那么你没有专注呢，就是不可能就是学得到其中的这个知识。你学物理学、学化学、学其他任何的知识呢，你心一点的不专注，也不用功，也不花时间，也不关心它呢，不可能就是知道其中的深深意义。同样的道理，作为这个人生入梦的这种道理呢，我想是需要就是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去探索。如果你去这样的话呢，确实是这是一个特别深深的一种这个指导，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工作、对你将来的这个人生目标呢，都有这个既不过于的这种过分的去这个寻求，也不这个过分的就是去消极或者是去这个抛出也不会的，应该寻找一个最中庸的中道的一种方法，而且呢就会掌握就是其中的真实的一种分寸，掌握分寸很重要。现在实际上人的很多人呢，不管是对自己的财富也好，就是很多事情呢不掌握分寸，就迷迷糊糊的，别人做什么就是自己也做香港很多明星做什么就是我也就跟他一样的，就开始这个做，就是香港这个明星头发怎么弄的话，那我也开始头发这样弄乔布斯就是有很多胡子，我也就准备扭一个胡子，就是我能不能变成乔布斯？但乔布斯已经死了，没办法，对吧？就很多人就是别人做什么，这叫随波逐流，就应该自己要有一种自己控制的能力的刹车我们自己人生怎么样面对？所有的人生呢，是不是建立在一种外面的物质上，还是在内心上？其实内心的这种掌握、岁月就看破宁静，很多我们的这个一些这个古代的文学里面呢，真的是比这个金钱。现在金钱一件衣服都是要几千块钱，其实这个衣服你不一定有这个价值，但是一句话里面，一个字当中，或者说一条文字里面呢，也许你终身都是可以受用的，而且这种受用呢，不仅是你自己的用，你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都可以。你如果一件衣服呢，如果厚衣服的话，那可能在天气热的地方不能用；如果薄一点的衣服，天气热的地方可以。那像我们那里害怕3-4千米的地方呢，你这个也是就不管用不管用。可是真正的一些名言、教育、格言，那这些呢，一句话就是对你的一生呢，就是可以起一个指导的作用。这叫做是我们经常叫窍诀就是叫窍诀窍诀。所以我在想，我们也算是今天跟各位就是一起聊天我也没有想说我说什么演讲，就想什么就讲什么
我也就也没有什么可准备的，就心里跟大家就是有种很放松的沟通放松的沟通过程当中呢，的确很多人呢现在是寻找的是外面的一个真有意义的、真有价值的一个东西，内在的这个宗教的一些非常深深的教理呢，当然就是现代人可能没有时间去思维，但并不是很深的、中层的，对我们的生活特别管用的一些像苗芽一样的这种学问呢，也不去细究。这是我也特别就是担忧这年轻一代、下一代的这些人呢，如果你真正的像那个佛教里面的最高的一些像密法的这个宏深成就或者说是一些最高的境界的是现在很多人来讲遥不可及，你只是不诽谤就可以了。但是你对基本的有些爱的思想、孝顺的思想，好多仁爱的这种思想、利他的精神、无私的这个奉献等等，这样的基本的理念没有的话呢，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到底变成怎么样？每个人的自私的这个开始的话呢，经常都是以自私而造成的，很多都是自私的。到了最后的时候呢，社会就变成什么样的？所以，如果你不想这个社会怎么样都无所谓的，我只要自己吃得饱，我自己有钱，自己快乐就可以。其实，你如果不关心社会，慢慢你自己就不快乐了刚开始你就关心这个他人的话呢，就刚开始你是付出的，但是最后呢，别人对你付出这是一个因缘的一种规律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你如果心很黑，害这个害那个杀这个的话，那过一段时间你自己也是生命就是会这个付出你的代价的。如果你用这个自己的一切去服务别人、奉献别人的话呢，到一定的时候呢，确实自己有报应。这是我们亲眼目睹的事，就是并不需要来世来等的。现在社会当中，很多人就是有除了极个别的前世业力现前的以外呢，就确实是。我们这个社会呢，就是需要一种特别善良的这些人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就没有这种善心和没有因果报应的，没有因果的观念的这样的话呢，的确是对这个社会的教育这个以高科技的这种这个趋势下、高压下呢，最后就变成了另一种世界就另一种世界。那么就我想这个世界也显得就是更加的这种悲惨。所以说呢我们很希望呢，每一个人就是应该是找到是真正的这个心灵的这个我，真正的这个心灵的我呢，实际上呢就是很深的部分呢，我想恐怕是我们一般的这个知识呢，就是不能就是通达的就是像《华严经》里面讲过，就是说这个三有细入梦即灭性无数这个皆是入梦性什么就是不能于世间，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真正是懂到了一切三界轮回全部是像那个梦一模一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心呢得到真正的寂静真正的寂静，心没有任何的这个束缚。但是到这样的境界呢，就是并不是我们一般的人能做得到的要揭开这样的梦，要真正能揭开这样的梦的话呢，那就是依靠一种这个出世间的智慧依靠一种佛和菩萨的这种智慧呢，才能完全这个揭开。我们经常念的那个金刚经里面也说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一切相，即名诸佛就是说这个凡是一切相呢，就是实际上是虚幻的梦幻泡影，就是没有真实的。但如果离开了这些所有的相的话呢，那就是真正的佛，这就是真正的所谓的我。我刚才说了，按照黑格帝国的这个包括里面的这个尼欧就是他做了这个注解，就是很想救护就是原来的这个被迷糊了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人但是每一个人真正是找到就是自我的话找到自我的话呢，最后可以体现出就是真
啊，就是正午，在正午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佛果也这个现前。那么这些道理呢，的确是在这个《大乘经论》当中呢，有特别详细的描述。我并不是说我这里呢，就是这个佛教如何殊胜，就不是这样的。我通过学习这么长的时间之内呢，最后就知道是的确是很多人呢懂得了这个古代的这个先贤们的教育懂得了这些道理以后呢，对现在的社会多么重要，多么这个心灵的这种教育呢，的确是非常的这个不可缺少的。有了它的话呢，那么以后我们可以呢在这个世界上呢做什么样的这个事情都是可以的。现在的这个很多人呢，就是有不同的这个专业，就是经常都是为了就是一些这个企业和商业的这个手段吧，就是也是经常就是我们那边说的改行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行业呢，就是变来变去。但是我想心理的教育呢，就是不管到哪个地方去都可以的。如果你是一个金融专业的，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呢，不一定用得上。但是你的宗教的这种善行和德育的这种教育这种教育的话呢，那么你在任何一个这个专业当中的话呢，都是用得上的。所以我们现在呢，的确也缺少这样的一种这个真实这个找到自我的一种教育，就是体现呢就是自己的人生观和这个价值观，最后呢我们的这个生命呢就是显得更加灿烂并且具有就是重大的意义。